请大家先想象一个画面，如果你现在坐在家里，打开手机，准备玩一场最先进的战争游戏，你选好了最强大的坦克，最精锐的特种部队，你以为你会像电影里那样，指挥千军万马在平原上奔腾。但当你按下开始键的那一秒，游戏规则变了，画面上没有敌人，也没有队友，你派出去的坦克刚露头就被从天而降的不知名物体炸成火球，你派出去的连队还没看到敌人的战壕就消失在雷达扫描区，你拼命地放大地图想寻找士兵的踪迹，最后你发现在这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战场上，唯一的活人是5个蹲在泥坑里连头都不敢抬的蚂蚁。这就是2025年时候俄乌战场最荒谬也最真实的写照。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顶尖的科技，正在把战争强行拽回原始时代。如果你不懂军事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导弹满天飞，最后决定胜负的却是几个拿着铲子的士兵？今天火力军就带大家走进这个连军事专家都感到傻眼的2025战术深渊，去看看俄乌地面战是如何演变的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我们先聊聊第一个让小白们最难理解的变化，为什么现在冲锋的人越来越少？在传统的观念里，打仗嘛，当然是人多势力大，30个人一组开着装甲车冲过去，那才叫气势。但在2025年的战场上，人多不叫气势，那叫团灭。现在的突击已经简化到了极限，演变成了一种只有5到7人的微型突击队行动。为什么是5到7个人？因为在无人机的监视下，超过10个人的移动在荧幕上就像发光一样明显。这5个人必须像老鼠一样在泥泞里穿梭数公里，他们脚下是随时会爆炸的地雷，头顶是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的 FPV 自杀无人机。这几个人唯一的保护伞竟然是肉搏。你没听错，在21世纪，最后的200米突击完全靠肉身开路。俄军现在的套路非常系统化，他们先派出一群人在工事里开火，吸引乌军的注意力，这叫牵制部队。而真正的突击小组会从地底下的掩体里钻出来，他们身上几乎不带多余的干粮，因为带着也没命吃。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在乌军防线上钻出一个缺口，只要有1个人活着钻过去，后面第2波、第3波同样规模的小组就会像病毒感染一样疯狂涌入。这种战术让乌军非常头痛，因为你用几百万美元的导弹去打这5个人太亏了，但如果你不打，这5个人就会像白蚁一样把你的防线啃得稀烂。这又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悬念，既然地面部队变得这么小，那双方还有火炮对轰吗？答案是有，而且速度快到你根本来不及反应。简单的说，如果你在战场上漏点超过1分半钟，你大概率已经在写遗书了。很多人对炮战的印象是两边对着开火，看谁打得准。但在2025年，炮兵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打炮，它成了一个由 AI 驱动的实时杀伤网络。俄军已经把火炮分散布置在15到30公里的纵深里，这就像是把鸡蛋放在几十个不同的篮子里，让乌军的反炮兵火力根本抓不到。但分散并不代表虚弱，真正让人感到细思极恐的是杀伤链的缩短。以前无人机发现敌人要回报，要计算诸元，要校正，现在无人机的视讯流直接连进了炮兵的数字化终端，从侦察机发现你到地面炮弹落在你的脚边，整个过程被压缩到了90秒以内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如果你在开阔地停下来换个鞋带，等你系好蝴蝶结的时候，炮弹已经在你的头顶炸开了。更绝的是，俄军现在大规模使用可撒布地雷，他们不再用人工埋雷，而是直接用大炮把地雷射到你的补给线上。你早上刚走过的小路，下午可能就铺满了反步兵地雷，这让你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心理压力大到崩溃。再加上那种单枚就能摧毁半径200米公式的滑翔炸弹，如果你在战场上把部队集中在一起，那简直就是在请俄罗斯人喝下午茶。这迫使乌军必须遵循一个冷酷的原则，所有人必须散得比沙子还开，指挥所每12小时就得换个地方。这种强度的火力与速度让军官们发现，留在地面上已经成了自杀的代名词。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地底争夺战开始了。既然地面不能待，那就往下挖。2025年决定生存能力的关键，不再是你有多少辆坦克，而是你有多少把铲子以及你挖洞的速度。俄军的工程支援体系现在强得像是一家全球顶尖的土木公司，每个旅竟然配备了2个工程营。他们不再是随便挖个坑，而是建立了一套地下生活标准。即3米深的指挥所要有混凝土顶盖，每200米要有一个医疗站。最扯的是，他们挖掘了贯穿整个战线的地下补给隧道，士兵们可以像蚂蚁一样在地下生活数周，完全不用见阳光。这让天空中的侦察无人机彻底成了瞎子。乌军这边也不甘示弱，
因为滑翔炸弹的威胁，所有阵地必须在72小时内完成地下化。他们甚至开发出了预制混凝土构件，像搭积木一样在地下堡垒组装。在这种极端的土木对抗中，双方甚至开始研究地下水源，因为阵地挖得越深，排水和通风成了保命的核心。俄军用电动泵排水，但马达的热量会吸引热成像无人机。乌军就用太阳能供电的被动排水，虽然慢，但安静的像块石头。这场战争已经从平面变成了立体，地面是无人机的狩猎场，地底是士兵们的存活区。然而，当所有人都躲进地底后，天空上的那些幽灵却变得越来越聪明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监控摄像机能自动识别你，并且还带着炸弹追着你跑，你还能躲得掉吗？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场战争最科幻的部分——大规模观测。在整个2025年，战场侦察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由数千个传感器组成的网络，天空上随时保持着200到500架无人机在巡逻。这意味着你在开阔地走2步，就至少有10几双眼睛在盯着你。俄军开发了一套叫藤蔓的系统，它能自动从视讯中识别目标，不需要人类去盯着看。系统发现一个乌军士兵会自动画个框，然后把坐标直接丢给炮兵。据悉，俄军的信号情报系统可以在30公里的距离内精确定位无人机操作员的位置，且误差不超过50米。而乌军更厉害，直接 AI 目标识别。他们现在的无人机即便信号被电子战干扰了，也能靠内置的计算机视觉自己去寻找坦克和步兵。这种自主猎杀能力让乌军对装甲目标的识别率达到了 90%， 简直是装甲兵的噩梦。如今俄乌双方这种互亮底牌的透明战场，让后勤补给和医疗救援变成了一场充满血腥的纪律博弈。那么在如今的战场，当医疗车成了敌人的加分目标，受伤的人该如何活下去？火力军接下来说的话，或许是本期视频最让人心酸的部分。在2025年，伤员后送成了战场上最危险的任务。有数据显示，超过 70% 的医疗后送车是被无人机精确摧毁的。以前大家都还会给医疗车一点面子，现在俄军的无人机群几乎专门瞄准带标志的车辆和人员，这导致乌军医护人员不得不隐藏标志，伪装成普通士兵。但这直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后果：黄金救援时间的崩塌。以前受伤了1个小时内就能到外科医院，现在由于雷区和无人机的封锁，平均后送时间被拉长到了3个小时。伤员必须在泥泞的地下掩体里硬撑直到天黑，这导致心理创伤的发生率直线上升。士兵们在地下待太久，每一秒都在担心头顶上的嗡嗡声。为此，俄军采取每14天强制轮换的制度，以及建立的4级后送体系，试图保住士兵的神经不崩溃。补给上，俄军相比2024年使用热遮蔽和红外抑制技术进行夜间补给，建立起了更有效的接力式补给体系，即卡车将物资运至距前线8到10公里的分发点，然后由小型全地形车或手推车将补给分送至前沿阵地。这些小型车辆更易穿越泥泞地形，且被摧毁时代价更低。只不过士兵在搬运补给最后1公里时仍面临高风险，所以俄军现在会一次派出多辆车辆，从而达到预期补给效果。乌军在后送和补给体系上也采用了类似体系，但更具挑战性的方法。由于兵力精确制导弹药短缺，乌军有些单位会在前沿部署长达90天。当你的精神已经碎成粉末时，再先进的飞弹也换不回一支部队的战斗力。这就不仅仅是战术问题，而是摆在北约各国面前的生存难题。同时，这也是乌军更依赖即时补给概念，仅补给48小时所需物资，以减少损失风险。只是这要求更频繁的补给任务，反而增加了暴露风险。另外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，双方的弹药供给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由于朝鲜提供的152毫米炮弹质量不稳定，俄军增加了120毫米迫击炮弹的产量。这种炮弹在城市作战中更有效，且后勤负担更轻。而乌军面临155毫米炮弹供应问题，因此更加依赖120毫米、82毫米迫击炮弹以及各国援助的105毫米炮弹。所以无人机补给成为了双方有限但重要的补充。双方曾试验用无人机向前沿阵地运送2到5公斤的小型高价值物资，如电池、药品、光学设备等，虽仅能覆盖3到5公里距离，但极大降低了人员风险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，2025年的俄乌战场已经彻底否定了北约过去几十年的训练体系。那如果北约现在参战，他们那套引以为傲的战术能撑过48小时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如果北约军队现在开着坦克冲进乌克兰，他们大概率会在半小时内被 AI 无人机群淹没。所以火力军今天斗胆识人牙慧，给出几条保命的建议。第一，对于乌克兰，无人机和反无人机能力必须排在第一位。至于高于炮弹，尤其是针对光纤制导的 FPV 系统，因为光纤不受电子干扰，是目前唯一能捅穿俄军屏障的利剑。第二，必须解决俄军的滑翔炸弹，
这需要射程超过100公里的远程防空系统，在俄军飞机投弹前将其打下来。第三，火力军认为工程装备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了，北约应该提供大量的液压挖掘机和预制混凝土构件，因为能挖洞才是活下去的前提。而对于北约部队的发展，建议更直接，必须重新评估其部队规模，不要再沉迷于小而精的幻觉。在工业化消耗战面前，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，所有的车辆必须安装主动防护系统，所有的士兵必须把无人机操作当成跟射击一样的基础技能。如果你无法在无人机的持续注视下做决策，那你就不配指挥21世纪的战争。视频讲到最后，火力军想说的是，这场战术的演变其实是人类对现代文明的一种讽刺。我们发明了最先进的 AI， 却逼得士兵像蚂蚁一样钻进地洞。我们发明了最精确的武器，却让医疗兵不敢佩戴救人的标志。这期视频不只是视频，火力军更希望它是战场上无数鲜血换来的觉醒。技术优势永远无法弥补产能与数量的缺失，这不仅仅是乌克兰的挑战，更是整个北约军事体系必须面对的终极考验。战争的窗口正在快速关闭，适应或者毁灭。关于这场消失的士兵与90秒杀伤链，你有什么细思极恐的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大声说出你的见解。如果你喜欢火力军的解析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